Hello Hello， 屏幕前耳机里的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呀！我是你们的主播青青阳，又准时和大家见面啦。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话题，我猜一定戳中过很多人的心声，尤其是在我们偶尔迷茫、焦虑的时候，那就是如何与生活的不确定性共处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明明做好了详细的计划，却突然被意外打乱。比如提前约好的见面被临时的工作打断，比如努力准备了很久的事情，最后却没能得到想要的结果，比如以为会一直陪伴在身边的人，走着走着就散了，甚至有时候前一天还好好的，第二天就突然面临一个始料未及的选择，手足无措，满心焦虑。其实呀，我以前是一个特别怕不确定的人，妥妥的计划控。我习惯把每一天每一件事都安排得明明白白，大到1个月的目标，小到每天几点起床、几点吃饭、几点看书，只要有一点偏离计划，我就会变得特别烦躁、焦虑，甚至会陷入自我内耗，反复纠结为什么会这样，要是没打乱计划就好了。记得有一次，我计划了很久的周末短途旅行，提前半个月就订好了车票、酒店，甚至查好了当地的美食攻略、游玩路线，满心期待着能好好放松一下，逃离1周的忙碌。可就在出发的前一天晚上，公司突然通知周末要临时加班赶项目，所有的计划都泡汤了。那天晚上，我坐在书桌前，越想越委屈，甚至偷偷掉了眼泪。我觉得自己的期待被狠狠打碎了，那种失控的感觉让我特别没有安全感。我反复抱怨公司临时加班，抱怨自己运气不好，哪怕知道加班是无奈之举，也还是无法接受计划被打乱的不确定性。整整1晚上都没睡好，满脑子都是未完成的旅行计划。还有一次，我花了很长时间准备一场重要的面试，背熟了所有的面试题库，预想了各种可能被问到的问题，甚至连穿着打扮都精心搭配好了。我以为自己已经准备得万无一失，一定能拿到心仪的 offer， 可面试结束后，等来的却是不合适的通知。那段时间，我特别迷茫，甚至开始自我怀疑，是不是我不够优秀？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好？为什么我付出了那么多努力，还是没能得到想要的结果？我一直沉浸在这种负面情绪里，不敢再去尝试新的机会，害怕再次面临不确定的失败，害怕所有的努力都白费。直到后来经历的事情多了，我才慢慢发现，生活本来就是充满不确定性的，就像天气一样，你永远不知道明天是晴天、阴天，还是会突然下雨。就像路口的红绿灯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是绿灯通行，还是红灯等待。我们以为的万无一失，其实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期待，而不确定性才是生活的常态。我记得看过这样一句话，生活的本质就是不确定性和无常。我们能做的不是对抗它，而是学会与它共处。以前我总觉得这句话很空洞，可当我真正经历过计划被打乱、努力被辜负、期待落空之后，才真正明白它的含义。其实，生活中的不确定性从来都不是用来打败我们的，它只是生活给我们的一份考验，也是一份礼物。它让我们学会灵活，学会变通，学会在失控中找到掌控感，学会在迷茫中找到前行的力量。而我们之所以会因为不确定性而焦虑、内耗，不是因为不确定性本身很可怕，而是因为我们太想掌控一切，太害怕失控，太执着于一个确定的结果。那么，我们到底该如何与生活的不确定性共处，减少焦虑和内耗，在无常的生活中活出从容和踏实呢？今天我就结合自己的经历，和大家分享几个亲测有效的小方法，希望能帮到正在被不确定性困扰的你。第一个方法，也是最核心的一个方法，接纳不确定性，放下必须完美、必须可控的执念。以前的我总执着于一切都要按计划进行，总期待付出就一定有回报，
可越是执着，就越容易因为一点点不确定而焦虑。后来我慢慢学会了接纳，接纳计划会被打乱，接纳努力可能没有回报，接纳有些人会离开，接纳生活中所有的始料未及。就像那次被打断的旅行，我后来没有再抱怨，而是把加班当成一次意外的沉淀。加班结束后，我没有急着重新计划旅行，而是给自己泡了一杯热茶，看了一部喜欢的电影，好好放松了一下。我发现，当我不再对抗这种不确定性，不再执着于必须去旅行的执念时，那种焦虑和委屈反而慢慢消散了。我们要明白，生活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，也没有所谓的完美轨迹。就像我们种一棵树，我们能做的只是按时浇水、施肥，却不能确定它什么时候发芽，什么时候开花，什么时候结果。就像我们养一盆花，我们能做的只是细心照料，却不能确定它能开多久，开得多艳。接纳不确定性，不是摆烂，不是放弃努力，而是承认我们无法掌控一切，然后放下执念，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中的所有意外和无常。当我们学会接纳，就会发现那些曾经让我们焦虑内耗的不确定性，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。第二个方法，专注当下，做好自己能掌控的事情，把不确定变成可期待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之所以会因为不确定性而焦虑，是因为我们总是在纠结未来会怎样，总是在担心万一失败了怎么办，万一出意外了怎么办。我们把太多的精力放在了不可掌控的未来上，而忽略了当下我们能做的事情。其实，面对不确定性，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能掌控的每一件小事，把注意力从不可掌控的未来拉回到当下的自己身上。比如，你担心明天会下雨，影响出行，那你就提前准备好雨伞。你担心努力没有回报，那你就专注于努力的过程，做好每一个细节。你担心计划被打乱，那你就做好两手准备，给计划留一点灵活的空间。我现在就很少再因为不确定性而焦虑了，因为我学会了专注当下。比如，我不再给自己制定过于死板的计划，而是只制定一个大致的方向，然后专注于做好当天的每一件小事，认真工作，好好吃饭，按时睡觉，闲暇时读一本书，散散步，和朋友聊聊天。我发现，当我专注于当下，做好自己能掌控的事情时，那种失控的恐惧感就会慢慢减少，反而会生出一种踏实感。而且很多时候，生活中的不确定性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。比如，计划被打乱后，你可能会遇到一件更有意义的事情。努力没有得到预期的回报，你可能会在过程中收获成长，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方向。就像我之前面试失败后，虽然很迷茫，但我没有一直沉浸在负面情绪里，而是静下心来复盘自己的面试过程，总结自己的不足，然后慢慢提升自己。后来我遇到了一个更适合自己的工作机会，比之前心仪的 offer 还要好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反而很感谢那次失败的不确定性，它让我学会了反思，也让我收获了更好的自己。第三个方法，允许自己焦虑，给自己试错和停顿的空间。我知道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，我不能焦虑，我要坚强，我要从容面对一切。可其实，面对生活中的不确定性，感到焦虑、迷茫、无助，都是很正常的情绪，没有必要压抑自己，也没有必要强迫自己必须坚强。我们要学会允许自己焦虑，允许自己迷茫，允许自己有搞不定的时候。当你感到焦虑的时候，不妨给自己一点时间，一点空间，去释放自己的情绪。可以哭一场，可以找朋友倾诉，可以出去走一走，也可以什么都不做，就静静地坐着，和自己的情绪待在一起。以前的我总强迫自己不能焦虑，总觉得焦虑是一种软弱的表现，可越是压抑，焦虑就越严重，内耗就越多。
后来我学会了和自己的情绪和解，当我感到焦虑的时候，我会告诉自己，没关系，我可以焦虑，我可以迷茫，这很正常，等我缓一缓就会好起来的。而且我们也要给自己试错的空间，生活中的不确定性本身就充满了未知，我们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是对是错，不知道下一步会遇到什么，这很正常。我们不必害怕试错，不必害怕走弯路，因为每一次试错，每一次走弯路，都是一次成长，都是一次积累。就像我们学走路一样，小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迈出的每一步会不会摔倒，可我们还是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，哪怕摔倒了，爬起来再试一次，慢慢的我们就学会了走路。面对生活的不确定性也是一样的道理，我们不必害怕失败，不必害怕失控，勇敢的去尝试，勇敢的去面对，哪怕走弯路，哪怕遇到意外也没关系，因为这些经历都会成为我们成长路上最珍贵的财富。其实生活中的不确定性从来都不是我们的敌人，而是我们的朋友。它让我们学会了接纳，学会了变通，学会了专注当下，学会了与自己和解。它让我们在迷茫中找到方向，在失控中找到掌控，在失败中收获成长。它让我们明白，生活的美好从来都不是因为确定，而是因为不确定。正是因为有了不确定性，生活才充满了惊喜，充满了可能，充满了希望。我知道现在的你们可能也正在被生活的不确定性困扰，可能正在焦虑、迷茫、无助，可能正在执着于一个确定的结果，害怕失控，害怕失败。但我想告诉你们，不必害怕，不必焦虑，试着接纳生活的不确定性，专注当下，做好自己能掌控的事情，允许自己焦虑，给自己试错和停顿的空间。慢慢的你会发现，那些曾经让你恐惧的不确定性，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。慢慢的你会发现，你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与生活的不确定性共处，学会了在无常的生活中活出了自己的从容和踏实。慢慢的你会发现，正是因为这些不确定性，你的生活才变得更加丰富，更加精彩，你也变成了一个更强大、更从容、更温柔的人。好啦，今天的播客内容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啦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给正在被不确定性困扰的你带来一点点温暖，一点点力量。也希望大家都能学会与生活的不确定性共处，在无常的生活中守住自己的节奏，收获属于自己的小美好。最后还是老样子，愿我们都能从容面对生活中的所有不确定性，不慌不忙，不卑不亢，在迷茫中找到方向，在失控中找到力量，在成长中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愿我们都能明白，生活的美好从来都不在于确定，而在于我们敢于面对不确定的勇气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青青杨，我们下期播客不见不散，拜拜。